僵尸便利店8，埃及。阿木站在机场，手里拿着一个破旧的钱包，里面只有几枚硬币和一张过期的旅游券。阿木看着钱包，表情从开心变成担忧，但他还是充满希望。没关系，我去香港找工作，听说那里很温暖。他不知道，香港的冬天比埃及冷多了。飞机上，阿木因为怕冷，向空姐要毯子，空姐给了他10条毯子，他还是发抖。最后，他把毯子全部缠在身上，像一个巨大的雪球。其他乘客惊讶地看着他，阿木热情地跟旁边的乘客打招呼：你好，我是阿木，来自埃及。乘客吓得不敢说话。香港机场，阿木走出闸口，立刻被冷空气冻得发抖，说话时喷出大量寒气。去香港后好冷啊！他穿住厚厚的羽绒服、围巾、手套、帽子，但还是冷得牙齿打颤。路过的人看着他，有人问：这是在 cosplay 吗？阿木热情地回答：不是，我是真的木乃伊。阿木来到旺角街头，他打开钱包，发现钱用光了。他数了数硬币，只有13.5美元。阿木看着街边的便利店，表情绝望，但还是保持微笑，因为他性格乐观。没关系，我可以找工作。我这么热情，一定有人请我。他不知道，他的热情经常吓到人。阿木走进一家餐厅求职，老板看到他满身绷带，吓了一跳。阿木热情地张开双臂，想拥抱老板，表示诚意。请雇佣我，我很热情。但绷带身太长，把老板缠住了。老板惊恐地叫保安：救命啊！木乃伊咬人啊！阿木被赶了出来，绷带又松掉一些。阿木发抖着来到旺角，他看到一幢便利店的暖光，像看到救星一样。他走过去，看到门口贴着招聘海报，但已经破旧了。阿木还是决定进去试试。没关系，我这么热情，店长一定会喜欢我。他推开门，门上的铃铛响了。便利店内，九叔在收银台喝鸳鸯，今天是他的第15杯。阿跳在补货，用他的头顶法。贞子在当购物篮，爬行中。3个人都转头看向门口，他们看到阿木穿着厚厚冬装，张开双臂，满脸热情，全部呆住。阿跳第一个说话：九叔，又有新同事了。九叔揉太阳穴，力度大的差点把天灵盖按扁。他看着阿木：你是来干嘛的？阿木热情地说：我来求职，我钱用光了。我很热情，我很能干。说话时喷出寒气。九叔叹气：我开的不是便利店，是联合国吧？阿跳在旁边点头：九叔，他说的对，我们真的是联合国。阿木热情的自我介绍：我叫阿木，来自埃及，我会包装，会绑东西，会拥抱。说着说着，绷带松掉，他手忙脚乱的重新缠，但越缠越乱。贞子在旁边偷笑。阿木不好意思：对不起，我太兴奋了。九叔看着他，想了想。九叔想了想，然后说：好吧，我可以请你当店员，你负责包装货品。阿木开心的跳起来，绷带散开更多。九叔补充：但你不准再缠住客人。阿木认真点头：我会努力的。九叔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九叔拿来一个礼物盒，让阿木测试包装。阿木用他的绷带快速包装，速度快又整齐。九叔和阿跳惊讶的瞪大眼睛。贞子从电视机里探头出来看。阿跳：哇，好厉害！九叔：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阿木：我在埃及做礼物包装师，包装过法老的棺材。第一个客人进来，买了一个玩具，想包装送人。阿木热情的迎上去，用绷带包装，但太兴奋，缠得太紧，客人拆不开，表情尴尬。请问可以松一点吗？阿木不好意思：对不起，我太热情了。客人：没关系，我回去用剪刀剪开。阿跳和阿木站在一起，两个都喷寒气。路过的阿婆打了个大起吃：年轻人，你们2个是冷气机吗？阿跳和阿木不好意思的低头：对不起，但他们还是忍不住发抖。
九叔在旁边摇头，我店里有2个活体冷气机，电费省了。贞子低着头爬行当购物篮，阿木热情的想跟他打招呼，张开双臂。你好，我是阿木。贞子吓得爬进电视机里，阿木困惑的歪头。他为什么躲我？阿跳解释。贞子她很害羞，你太热情了。阿木恍然大悟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会收敛一点的。九叔在便利店的暖气机旁边帮阿木铺了一张床，阿木开心的躺上去，终于不发抖了。他露出满足的笑容，绷带也松松的散开，像一条放松的毛毛虫。好温暖，谢谢你，九叔。九叔摆摆手，不用谢，只要你不要再把客人缠住就行。阿木点头，我会努力的。他的包装服务吸引很多客人，客人排队等阿木包装礼物。听说这里有个木乃伊包装师，好特别啊！阿木热情的接待每一个客人，但绷带经常松掉，他一边包装一边重新缠绷带。客人，你的绷带松了。阿木，没关系，这是特色。休息时间，阿跳和阿木坐在一起，两个都喷寒气。阿跳教阿木如何在香港生活。你不要随便拥抱香港人，他们会吓到的。阿木教阿跳如何缠绷带，但阿跳手太直，学不会。两个笑得很开心。阿木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阿跳脸红。你也是。贞子慢慢习惯阿木的热情，不再躲进电视机。他从电视机里递出一张纸条给阿木，写着欢迎你，阿木。阿木开心的收下，但因为太兴奋，绷带又松了。阿木，谢谢你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贞子脸红，爬回电视机里，但这次他露出微笑。九叔站在收银台后面，看着店里的3个灵异员工。阿跳在补货，用头顶法；贞子在当购物篮，用爬行法；阿木在包装礼物，用绷带法。九叔喝了一口鸳鸯，感慨地说：我开的不是便利店。阿跳听到，认真地说：九叔，你是好人。九叔脸红，我不是好人，我只是不想看到你们无家可归。阿木推出特别服务，用绷带帮客人绑住散落的东西。有客人的购物袋破了，阿木用绷带绑好，客人惊喜的感谢，哇，好厉害！但阿木太热情，把客人缠得太紧。客人，可以松一点吗？阿木，对不起。他赶紧松开，但绷带缠住了货架。圣诞节快到了，九叔让阿木装饰便利店。阿木用绷带做圣诞树、圣诞花环、圣诞老人，整个店变得很有节日气氛。客人们都来拍照。花，好特别啊！木乃伊圣诞装饰。阿木开心地站在圣诞树旁边，绷带上挂满小灯泡，像一个活体圣诞树。有一天，阿跳和贞子偷偷帮阿木准备生日惊喜。他们在休息室挂满绷带做的装饰。阿木进来时惊讶地张大嘴巴，然后他热情地拥抱阿跳和贞子，但这次没缠太紧。阿木，你们记得我的生日？阿跳，当然，你是我们的朋友。贞子从电视机里递出一张卡片。阿跳、阿木、贞子3个灵异朋友的日常。阿跳用头顶货，阿木用绷带包装，贞子爬行当购物篮。3个笨手笨脚，但很努力。九叔在旁边无奈的笑，他想起师傅临终前的话：九仔，你这辈子注定和僵尸有缘。师傅没说的是，还有怨灵和木乃伊。几个月后，阿木越来越习惯香港生活，他学会控制绷带的长度，不会再缠住客人。他还是热情，但收敛了很多。客人们都喜欢他。那个木乃伊包装师在哪里？我要找他包装礼物。阿木开心的笑，说话时还是喷寒气，但他已经不那么怕冷了。阿木开始存钱，他把工资放进一个埃及风格的储蓄罐。阿跳好奇地问他存钱做什么。阿木说：我想存够钱回埃及看看家人，我离开太久了。阿跳理解的点头，他想起自己的妈妈也想用 iPhone 88名符版打给他。2个来自不同地方的灵异生物都有着同样的思念。夏天到了，阿跳和阿木更怕热，因为他们喷寒气，冷热交错，很不舒服。九叔把空调调低，其他客人投诉太冷。
两个不好意思的站在门口，尽量不喷寒气。阿婆路过，年轻人，你们今天怎么不喷冷气了？阿跳，我们在努力。阿木，我也是。九叔看到阿跳和阿木辛苦，偷偷买了一台暖风机和一台空调放在休息室。阿跳和阿木发现后很感动，阿木热情的想拥抱九叔，但及时停住，改成鞠躬。阿木，谢你，九叔。九叔摆摆手，不用谢，你们好好工作就行。但他脸上有点红。九叔、阿跳、阿木、贞子四个人坐在休息室，阿木用绷带做抱骨桶，阿跳用头顶着爆米花机，贞子从电视机里探头出来，四个人一起看电影。阿木，这是我第一次跟朋友一起看电影。阿跳，我也是。九叔喝着鸳鸯笑了。贞子从电视机里递出一张纸条，写着谢谢你们让我找到家。阿跳和阿木看完都感动了，阿木想哭，但绷带吸了眼泪，阿跳想鞠躬，又撞到地板。砰！九叔摇头，你们两个真是绝配。阿跳和阿木脸都红了。有时候最不可能的相遇会带来最温暖的家。一只清朝僵尸，一个埃及木乃伊，一个日本怨灵，一个道士店长，在香港旺角的一间小小便利店里找到了彼此。他们都不属于这个时代，但他们学会了接受自己，也接受了彼此，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快乐的事。第8回完。